大家好，我们是橘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医师，我曹曹。今天 Vivian 又来啦，我又来了，要来几集呢？三访。那为什么他今天会来？我们在影片最后的时候会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没错。好，那今天要聊什么呢？好哦，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最近，你是刚吃完火锅，现在都是火锅味。好爽好爽，火锅好好吃。Oh my god！我也好想吃火锅。你们两个真的很爱吃火锅啊，真的吗？我觉得我对火锅比较无感，我比较喜欢吃烧烤类。天哪！但我是都爱啦，但是偏火锅一点。我是爱火锅一点，火锅那一派，我是火锅派，我也是火锅派。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叫做“你要火锅还是烧烤”？当然不是啦，那你怎么会聊这个？你还没回答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对，你先回答好了。我吗？我最近过得平平淡淡。哦，刚刚那个词语感觉不像确定吗？就是一个目前就是在想说要不要去学一个什么新的技能。哦天哪！对，就是学一个新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事情。OK， 正常发挥。对啊，大家都会想要吧？还是只有 ESFJ？ 我觉得好像是ESFJ 特别爱学东西。我就是蛮爱学东西的，学新东西。不然你会很焦虑，会感觉自己好像比别人不够好吗？对。对，好像是会这样，什么事都没做的感觉。底下留言 ESFJ， 会这样留言一下。OK， 这个行为像你来说，你应该就不太会吧？可是我偶尔会想要学啊，我是偶尔啦。那你有真的去学吗？会啊。对啊，刚刚有兴趣，我觉得理解一下，最起码理解一个基础。对啊。啊，你嘞？最近对啊。我觉得应该算不好吧，或是比较震撼吧。厂商鬼故事是不是？也不算是。好想听什么鬼故事？我觉得你等一下应该笑不出来。底下留言。就是我最近做了人生第一次叫救护车的行为，就是我爸有一天差点心肌梗塞，然后我就赶快叫救护车，赶快就是让他送去医院。就是最近冬天的天气变化很大，就一下很冷，一下很热。大家如果有长辈的话，真的要请他们开暖气，或是要注意他们保暖，不然这个真的很危险，对吧？这真的是有一招，就是之前很冷的时候，都会教说，你如果外面很冷，你要起床，你不要马上就把被子掀开来。对，我有听说这个。对，马上接触冷空气就揪起来。对，要慢慢来。对啊，揪起来。对，就形容怪怪的。对啊，血管就会揪起来。草哥是哪里？血管爆掉真的很麻烦啦。对啊，血管爆掉。人家不是还有说，就是从厕所洗澡完出来，要擦干身体再出来，就很冷的话，因为它会冷热交替啊，你就会有可能也会血管会堵塞。可是你擦干净出来不是也会冷吗？擦干出来比较好，因为冷空就是水，然后碰到冷空气会更冷。等下会有人没有擦干身体就跑出淤青？有吗？有吧？底下留言。就他本人就是他一定有。我好怕心肌梗塞，好可怕！好好笑，好好笑。有吧 ？OK， 好，我大概2周前啦，我得了一个很严重的感冒，看起来就出来你的鼻音还是很严重。对，我到现在其实都还在一个症状里面。对啊，2位小心。没事啊，没事。我们换位置。没事。对啊，而且那个严重到是，我有一度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就是我吸不到空气。我第一次人生感觉到窒息有啦，我第2次感觉到窒息。第1次是我高中的时候差点溺死。你说去海边？我去河边玩吧。河边真的大家要小心，就是河边真的要注意安全，很可怕。对，真的很多。难怪你那时候那么怕水。对，就导致我后来长大之后，我不太去水域。我2周前感冒啊，我吸不到空气，我就用 Apple Watch 看我的那个血氧。就低于平均值，我想说靠腰出事，好恐怖啊！对，很恐怖。血氧我记得好像95才是正常的，对吧？我觉得是一度低到只剩下90跟92，好恐怖啊！那真的很严重，对，真的很严重，我真的觉得我会死掉，那你有叫救护车了吗？没有，我还在想说我要盯，对，盯什么？你盯过去你也挂了吧？对啊，你也真的过去了，你就过去了，盯过去2只脚已经跨到另外一个界限，就真的赶快去看医生没关系。对啦，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满脸的担心，好笑。他的行为就跟我爸一样，我那时候叫救护车他死不叫，怎么了？就看到我爸的样子，硬要不叫。没有这样。我刚有症状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请过1次假，我去给医生看过了。但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医生就是好像觉得没什么，他就随便开了一点药叫我回去，对啊，误诊吧，不晓得。然后我就那一次吸不到空气，我就请了第2次假。
医生看完其实也没说什么，但就是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感冒。对啊，那天我去的时候，柜台的护理师还说要先量血压。我那血压，他舒张压，他直接显示 error 错误，他测不到，测不到，太低了。对，太低了，或是太高吧？因为我那个 Apple Watch 它一直显示心率过高，对吧？等下会不会别人以为我们这里什么 Apple Watch 的业配啊？一直提到 Apple Watch，欢迎苹果找我们业配，没关系。我想要一台那个 Vision Pro， 你还在许愿啊？还许愿，我什么都可以哦，谢谢 Apple。我用 Mac 啊，现在录影的是那个 iPhone， 超级好笑，我的天啊！然后我那天就突然想啊，如果我那一天就是我最后一天了，然后我会怎么过？好恐哦，完全不敢想象。我其实很久以前有想过说我的最后一天会怎么过，然后我就想说，我应该会希望过得像日常，过得很日常啊，我也是对哦，过得很日常派哦。对，因为我很怕我过得太尽兴，然后我会执着跟留恋娱乐界。我也是，完全理解。而且我本身就是没有什么仪式感的人，所以我更想要把每天过得很平凡啊。对，好像是这样。那你会有什么想要？对啊，仪式感满满的男人。对啊，因为我是比较仪式感，我可能会特别做点什么事情比如说像是可能做一些平常不会做的，或是特别后悔的事情，比如说走在路上就直接夸奖他，或者是对啊，就是超怪，变成 ESFJ， 变成 E 人这样子，超怪。可以日常你们会想做日常，可是不会觉得就跟以往一样的话，好像没什么嘛，都已经最后一天了。可是它不会算是一个完美的句点吗？对啊，你会这样觉得？我是会好好道别这样啊，我是不会特别隐瞒这是我的最后一天的人啊，就会可能跟大家尽量能约的就约，然后好好跟他们道别，做最后的再见。对，可能会可以跟他们说，就是可能真的是我最后一天，就希望他们有什么话可以老实跟我说，或者是有什么要祝福我的，祝福未来的我，或是我也会有想要祝福未来的他什么之类的。可是你会不会听完之后更不愿意走了？应该不会，我就是秉持就是真的最后一天，就是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跟我说，对的一种系列，而且我不会特别隐瞒哦，就是一定会说，一定跟大家讲，这是我我的最后一天。那我跟你相反，我就是会隐瞒那种，我就感突然有点默默消失，好恐怖，默默消失，恐怖什么？为什么？那首断崖式，哦天哪！我要跟你们做出区别，我要去买广告墙，跟大家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天。好招摇哦！哇，你其实是很想红啊！我要跟你们做出差别，我要去买那个101，我要把我毕生你是真的吗？真的想这样做？倒也不会啊，我刚刚说我想过日常啊，对啊，而且我那个日常也是不会要特别道别的那一种。所以你也跟我一样，你是断崖式，对不对？可是我会就是让身边的人知道，但我不会特地去讲。随便随遇而安。可是如果你是就是可能国中同学、国小同学，那你会约他说怎么约我？那你要怎么讲？你懂吗？我就会说因为我就是想说最后一天了，对，最后一天了，想说跟你们大家见个面，这样子。对啊，这样吧。我觉得没有理由，我觉得说爽，有什么理由吗？没人要理你，完蛋！大家以为我要卖保险，对，有可能卖房转行，封锁，超级好笑。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未来的葬礼会希望办成怎么样？我之前有想过，因为我阿公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都是拿香的嘛，所以他那个习俗就是非常传统，就是一直念一些咒语啊，说不是道教吗？不是咒语啦，就是药师佛，对，就是那些就是那一些药师佛心经什么之类的，心经那些的。所以隔壁家的人他们是天主教，就是可能是拜一些上帝那种，对，他们是讲故事超酷的。什么意思？他们是讲说这个死人的故事。对，他说他们这辈子他做了什么让你觉得很深刻的事情。好感人哦，好酷哦。然后他们是宣泄情绪派，然后我们这种比较道教就是拿香，他们是不能哭的，因为死者会不愿意离开，所以我们活着的人是不能流眼泪的，因为他会舍不得离开。可是他们天主教或是基督教，他们是哭到爽，对，哭到爽就让你大宣泄，就是用哭来代表想念跟思念。你看，真是民情不同。对啊，好特别哦。我当时去，我想说也太酷了吧！想说如果以后如果我的丧礼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哭到爽，就是大宣泄啊，就没有必要说还压抑，多讲讲我的好这样。但是我刚抓到那个文言，就是他要回顾那个人的一生，我不愿意。对，他会这样子，就是让你想过你跟他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我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因为我的一生一定很荒谬。那谁才要讲啊？我不要人家来回顾我一生的荒谬，还不够吗？
他可能会说跟你印象深刻的事情，这样，对。然后可能以前草哥是什么很贴心的人，然后什么都会什么帮助我，然后什么这种。我的朋友没有那么好。交友慎选的部分。是哦，那你会愿意像就是天主教那样让你尽情的宣泄？可是我很想要开趴。你知道有一些国家他们的葬礼是习惯开趴的。我好像有听过这个，可是我没有特别去了解，就是趴是什么趴？我觉得大妈趴。哇，就全部一起抓走吗？如果有可以合法，我觉得 OK 啦。对啊，是不是？对啊，但我会觉得就是说，我这边准备酒水啊，你就来啊，然后我们办像一个夜店现场这样子。哦，那是你家人吗？我觉得都可以耶。对啊，你可以广揪所有人哦。可是他们又不认识你的朋友，来玩嘛。哦，对啊，所以可以陌生人进来，反正就大家一起玩，对啊，希望那气氛是欢乐的。对啊，干嘛一定要就是这样？会不会是什么？葬礼很哀伤，这样是会感觉好像是什么？终于挂了，终于挂了，会有这种感觉，终于挂了 ，party 的那种。因为我会希望是，我对死亡的定义是，我不知道我很怕，我觉得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你死了之后没有人记得你，被遗忘反而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像那个可可夜总会，对，他就只剩下一个人记得他，所以他才没有消失在冥界里面。然后终于那一个人差不多快要淡忘他，他整个灵魂也开始慢慢变淡，那个就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你会怕这些事情？你在这个世界的痕迹完全找不到了。对，这个比较让我，所以你才想要在印尼挂你的告示牌。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我就是如果响彻一下，如果我的遗产有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一定买广告墙。对吧？一定有啦，那个几百万应该就可以了，应该可以啦，对吧？可是记得好像也不见得能代表什么吧？我其实也是这一派，我其实没有想别人记得我，因为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对，我也是偏这种，就是在我还在的时候，好好过着每一天。对，好好珍惜就好。然后如果真的走的话，那就是散了吧，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大家彼此就在那边说拜拜。确实，你呢？我在想说，我到底要树葬还是要海葬？因为对我来说，我其实没有 care 说要不要办那个葬礼这件事情，因为葬礼这件事情，第一嘛要花钱，然后第二要麻烦，就是留下来的人，然后去面对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说太累了。就是比如说我快挂或生病的时候，他们已经照顾我很久，那最后就这样吧，就把我葬起来就好，然后可能偶尔来看一下就 OK。然后我现在犹豫树葬还海葬的原因，是因为树葬听说难易度还蛮高的，所以在犹豫。树葬是不是一定要一个什么区域？对，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爸就是树葬，可是他是公家的那一种就有分比较私人的跟公家的。那公家的就是他会给你一个盒子，然后你把骨灰装进去之后，他会到一块地，那一块地是预定树葬地，但他不会那么快就种树。他就是一票人，然后大家一起把骨灰倒在特定的位置，然后之后他会翻土，把土埋住骨灰。对，他会跟大家一起混在一起。就是公墓都是这样子。对，混在一起，然后一边一颗而已。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几颗啦。因为我记得私人企业是一人一颗。对，私人的才会是一人一颗的。那这样感觉最省钱。如果你今天是没有钱的话，那好像海葬最快，就直接撒就好。可是应该还是要有那个吧？要过钱吗？出航费啊？对啊，不用啊，你就是走到海边然后撒就好了。你要走到海边那一种。对啊，不用特别跑去什么太平洋中央这样子。我记得还是要有个流程要走吧。你如果自己要那个的话，其实就没关系了。对啊，你自己如果是自己去海边，对啊，然后开车去什么的。我记得那个我们人死后的骨灰好像是鱼的。算是饲料吗？好像可以让那个大自然去循环，所以其实是没有差，可以进行。你如果做树葬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对，有点回归大自然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儿。我前阵子，我记得我之前那个就是宠物安乐死那一集，我有讲过说，有不同的骨灰的处理方式。然后我最近又看到，就是只把骨灰做成首饰。对，你好像有传给我，对他把它做成像钻石，什么最漂亮的那个钻石。我一个朋友他有一只狗狗，反正就是已经活了25岁，哇，好老久然后他就把他的牙齿拿去做成项链啊，对，然后一直戴着。可是他们都说，
好像我们老一辈的人都觉得，就是留他们的东西，他们会走不了。对对，就是留他们的牙齿或是一些亚洲文化好像会这样，都会说他们会走得不安稳，好，然后投胎就没有无法完整的投胎，这样就可能他下辈子会缺一个牙，这样他们都这样讲。你会相信吗？想念我自己就是喜欢做成首饰的人，我会觉得他陪在我身边，是我的守护神的感觉。那可以再分享一下，台湾有标本师可以帮你把小朋友叫小朋友好恐怖哦，太可怜了。小动物，你的宠物做成标本，或者一些饰品之类，是有这个职业的，是有这个职业的，对，很厉害。对，大家也可以去搜寻，那做成首饰啊，然后做成标本都是可以的。我应该也是饰品派的，因为我也觉得说留个纪念，然后像守护神那样子。而且当你一直带着它，就会想到它。对，就是个纪念啦。OK， 你们有类似体验过今天可能就是我最后一天的这种经验吗？我真的是没有印象一个没有，我有印象一个。好，你先。我好奇，你想一个是什么？我印象一个，就是因为我就是也没有什么做过什么大事这样。我就是之前有一次，你应该知道，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什么？很好笑，你老师是外泄，这个好丢脸。没有，就是我跌倒。骑机车然后跌倒，然后骨折这样。你那时候有在吧？就是我知道，你很夸张你不是自己自摔吗？就是最靠近啊，最靠近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我骨折，然后摔到地板上的那一刹那这样。而且你不是没有，我不是那一刹那而已吗？我不是那刹，没有，我那时候我不是骑车，我是走路就是我要去骑车的路上，然后转弯，对，超荒谬的，甚至是走路吗？对，然后我是一个坎我没看到，我就大跌空，哇！对，然后我就大骨裂，我就骨折、骨裂，然后我爬不起来那一种然后我还硬撑着爬起来，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载我妹妹去拿她印刷东西，然后就载她去山上这样，反正我们大学是一座山，对，她一直爬山，对，然后我就载她上山，然后那时候我就大骨裂，我还载她上山，然后还下来这样，然后就超痛，痛不欲生，然后我住2楼，没有电梯，爬楼梯的时候那一瞬间。离死亡最接近，我想说完蛋了，因为之后桂美期前就要毕制了，这样就是我们毕业制作是个很大的企划，这样我觉得我是那个时候吗？就那时候啊，然后就觉得我那时候是压力是在于就是我要毕制，我是会拖累团队，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不会做不好事情，第三就是我这个要多久才会恢复？他真是追人了，用条列式讲，他这样用条列式方式形容就这样，我那时候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接近，快要接近，就是我完蛋了，这样就死亡这部分，就这样结束。OK， 我那时候大爆哭，好 ，OK 结束。OK， 是很荒谬，我觉得好荒谬。就跟你说，我说这是蛮荒谬的 ，pass， 我这里可以 pass。不会，应该蛮多人有类似的经验的。好，底下留言。OK， OK。换我的话，我是因为我之前心脏有多一条电线啊，就是一般医生的学术是这样说啦，然后一般人类是有3条电线去做循环，因为我多一条电线，所以它的氧气是没有办法正常循环。所以我就会突然间缺氧，然后到死掉，因为他这个是没有办法那个吃药干嘛的，是直接马上这个得逼掉。脸很好笑，没礼貌，没礼貌。因为他的这个症状是只能送医，赶快打针，不然真的没救的话就要赶快开刀的。对，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发作。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奇怪，之前发作稍微冷个大概10几分钟都 OK 就没事，然后我就在那边冷，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有点冷过头了，冷到我的全身是已经麻掉，我开始有点失去意识那种感觉，我就是把自己钉在那边，然后是我那时候去健身房运动，然后周围人看我在那边坐着，有点坐太久，然后有人开始关心，然后发现说我整个脸色变超白，虽然我本来脸就很白，然后他们就会说，哇，你怎么那么惨白啊？然后说要不帮你叫救护车。哦，你在健身房运动到一半突然发作，对，然后突然间发作，然后整个他那个状况就是很奇怪，就是你会感觉你心脏被卡一个东西进去，然后你会没办法吸气，然后接下来你的四肢会开始无力跟麻掉，你会开始越来越没有感知，这个症状会一直恶化下去，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快要死掉，因为真的是我第一体验到什么叫做慢慢失去意识或慢慢缺氧的那种感觉，好可怕对啊。你是因为健身才这样医生是说那个状况是随机，然后通常你做运动会比较激烈或让自己有压力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发作，但实际真的会发作原因就真的是随机，他今天想发作就发作，他就是想在吃药控制，没办法，那个是没办法的，他那个就真的只能发作只能该送医，不
不然就是把它烧掉。所以我后来就是去做手术把它烧掉了。第4条，把那第4条给烧掉，所以他还说复发几率接近于0啦。因为正常来讲，你都烧掉，你要怎么发作？那你有回诊吗？有，就是回诊大概2个月，确认都没问题之后，那就 OK 了。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没发作，都没有哦。我是想是健身房应该吓死了，对啊，他就想说先生你不可以死在这里，我们这边不可以死。凶宅，上面有木，上面其实有木哦。对吧？好，那你呢？我最近一次应该就是感冒那一次了。我真的超痛苦，我躺在床上，我真的觉得说就快点来接我。我真的不想要这样子吸不到空气的感觉。对啊，真的好可怕，而且肺好痛。对啊，因为我是要很用力的去吸气才有吸得到东西。那你没有去医院然后观察几天呢？住几天是吗？我原本有预约大医院的门诊，然后预约下去，他跟我说下午4点，我想说我可能撑不到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因为我刚刚讲的是第2次发作，然后我第1次发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很不舒服，然后我想说好啦，真的有点受不了，赶去急诊室。然后那天不知道怎么急诊室前面排超多人的，然后我想说哇，我快挂了，我要不要直接插队？可是我又觉得这样会很没品啊，然后我就道德，然后打架，我就默默坐在最后面这边，然后就干你，我快死掉，我可以撑得过去吗？然后很努力撑了大概15分钟之后，前面人才走掉嘛。然后再换我的时候，那个护士可能觉得前面那几个可能就很多好像是只是感冒还是一些小受伤，然后他有点不耐烦，然后看到一个年轻人，然后就说你怎么？然后2下血来小腰，就是一些基本 SOP， 然后就带一点不耐烦的语气，然后一量，他说哇。你这个完蛋了，然后给我绑那个最严重的红色的标签，然后所有医生扣过来，然后差点把我推进那个 ICU 里面，超危险的。他说：“你知道你的血压还是心跳忘记了，已经跳到200嘞。”正常运动都不会跳到200，我是坐在那边然后还200，对吧？超可怕的，对吧？大家要小心耶，生死交关，非常有感觉，就真的是我真的很活到那个时候吗？对我好可怕哦。反正我就觉得我撑不到下午4点，然后我就躺在那边，我去看完了，我就躺在那边，我想说好啦，睡了。所以我们睡一觉就上去了吗？之类的，我们来看看睡一觉会不会怎么样。醒来就好，可以呼吸。对，那是我离最近的一次。那想起来故事真的有够瞎。那我觉得，可是你这样很好，我就代表你很瞎。这样很棒，不用像我们这样。印象，我是印象哦。我天哪！好，那假如最后一天回过头看，你们觉得会就是你们目前的人生，你们觉得值吗？我们需要先讲我们各自的年龄吗？对啊，要吗？那好像也可以啦。对啊，你今年25岁 ，OK， 25岁啊。你还没过生日？还没过生日。好，我26岁了。我垫底啦，31。对，31。所以以我们各自的年龄去回想的话，我自己觉得 OK 啊。对啊，虽然没什么多丰功伟业，你说伊尼瓜广告牌这样，太风光。可是我觉得我一介平民老百姓不需要有多高的就是成就，对啊，我觉得我目前有做到我想做的事情，我就 OK 了，对啊，而且又荒谬。如果有人记得我人生的故事的话，一定很好笑。那你们呢？我应该会觉得有一点不值得，因为我就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带我爸妈，就是一起出去玩，出国玩这样，对，就觉得还是目前还没有机会这样，对，就是有在规划中。但因为如果就是明天的话，就是目前都还没有一起出国过，就是我们全家人这样子。OK， 对，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赚太少钱，赚太少钱。可是明天都最后一天了，你还会 care 这个吗？就是我会想说，因为没有赚很多钱，所以可能才没有办法达成我带爸妈一起出国玩啊，或者是一些小目标这样。出国玩是比较是，就是我爸妈可能生我们，因为我们家就3姐妹这样，三个女生这样，然后就是都读设计课嘛，所以就是超级花钱又烧钱这样。对，然后我爸妈可能就为了带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亲带，就是我爸妈自己带，就没有就有请保姆啊，可就不是给一些阿公阿妈带这样，所以我们就是都是一直亲顾我们，然后照顾我们这样，所以就变成是说很少有自己就生活品质一直都是有小朋友的环境，就是没有办法去很远的地方玩啊，或者是等于说他们很少出国了。自从生了你们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国了。对，就更少，基本上是就是他们2个出过国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没有这样。然后就是想说，现在长大有能力的话，
就想要带他们一起出国玩这样。哦，然后目前是还没成功过，所以就是为什么还没成功？是因为他们时间不够吗？对，就是有在安排，就是可能要等我爸退休之后，对，哦，才会比较有时间。在你录完这集之后，会不会马上就说，我们现在马上出国了？其实我们就是这几年有在规划这件事情，就是应该今年或明年可以去一些比较近的国家，对，可能日本，对吧？日本冲绳飞过去很快，冲绳真的很好规划，1个小时内就到了，1个小时，对啊，可以有机会的。等我爸妈。什么？呼吁什么 ？OK， 这有什么好呼吁的 ？OK。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跟你一样，我也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值得，就很多想做的事情都还没真的做到，很多都还在进行中，或者是时候未到。如果这时候，假如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的话，会觉得有点不甘吧，就已经努力到这边了，却没有办法好好的把那个结果做出来，小可惜的感觉。对啊，我知道差距在哪里了，因为你们可能到35岁都还是会这样，因为你们在上升期，上升期，事业上升期。哦，对，因为你们正在走一个事业上升期，所以你们会觉得不值，因为我还在努力啊，对吧？我的人生还很长，对，事业上升期，对，因为你们都还在事业上升期，所以你们会觉得说，如果就这样结束，完全不值，对吧？不甘心了，不甘心，对啊，但同时也不能太为了事业而把所有一切投入进去，对，因为我真的听到太多，因为这样子可能 maybe 已经27、28的很年轻的人就已经得癌症，甚至可能就意外而死之类的，有钱没命花，对啊。我有跟你们讲过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过劳死。我觉得过劳死现在真的太常见了，对啊，我真的就呼吁大家就是要多休息，就是一定要有生活跟工作，要有平衡，对，要平衡。你的人生还很长啦，不要为了可能1-2年想得到什么东西，就把自己说健康撇下去，对啊，对啊，代价很辛苦，对啊，会太辛苦。而且我最近其实就是因为最近其实也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国际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然后我每次 international， 我们怎么自己很沉重啊？来点欢乐，唱点歌，唱点歌啊！听我讲完，好，来说。我每次看到事件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意外跟明天都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你们看到消息的时候会难过吗？会，你说大 S 吗？大 S 那时候就是还蛮震惊，我那时候以为是假新闻。我也是，我还一直查说这到底是骗人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开工，我们公司开工2月2号第一天早上，然后我一滑就是差不多7、8点的时候，一滑手机就出现这个新闻，然后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出来，只是有一些就是网络上的一些通知。因为他当时这一则消息出来的时候，他是说有人爆料，对，所以就很像假的啊，很像假的，然后我就有点不相信谁讲到那时候我有猜到是大 S 这样，那时候我们就有一群公司的一群人在讨论说是不是谁就很八卦的一群人，天哪！然后中午好像早上他们10点11点就开始新闻就开始出来，到12点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就开始播了。对。但其实他报说是大 S 的时候，我还是不相信我说怎么可能？其实我也是大 S 然后日本我其实然后肺炎而且他那时候太快了。日本的时候，我想说日本是什么？他不是台湾人吗？所以我还说是假新闻。对，超怪的。结果就这样好唐突，很快就。太突然了。对啊。最近还有什么气爆案？台中那个也是。对啊。那很夸张从12楼直接被炸下1楼。对。有4个人就没了。真的。最近很多种。国泰民安呐，大家。然后再往前推我记得还有一个脑袋里面记得是韩国4月号沉没，就是有一艘船，然后上面载满的学生。是的。然后那艘船因为韩国的游艇是游艇吗？不算游艇啦，就是客船吧，它就是客船的感觉。对啊，它就是载学生出去玩的感觉。对，然后全死了，全部都就是全船沉没吧，我记得没有一个人活下来。好，我记得是没有，而且他那件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是，其实救的时候就堆在旁边。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而且他报道的其实没有很完善，我觉得他报道没有完善。像有些人不太知道，不像大 S 这种很轰动，就这件事情感觉是蛮大，可是却很少人报道，好像有被压，感觉有人在压，对。但我们都不确定哦，不知道，就是我们觉得而已啦。对，我们觉得而已，就觉得而且网络上也找不到什么资料，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去找。对，Wiki 上面有一些资料了。对，但 Wiki 准确度太低了啦 ，Wiki 都是可以让人编辑的。但我觉得，就起码你会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对啊。然后再往前推，还有一个八仙城堡。八仙好久了，真的好久了，对吧？八仙那一座也是飞在那边。
对啊，因为他有太多的问题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曾经差一点就是当时的议员。哦，你有想去？我当时是朋友想要找我去八仙，然后我不知道干嘛，反正我最后就决定不去。你朋友有去吗？他们提早离开了，好险对对对，都提早离开了。然后平安，然后他们回来跟我分享说他们今天玩的怎么样的时候，我就看到新闻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他们好像也还没看到。还好他们提早走。对对，他们提早走，就还好没出事。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靠，还好我没去。那你的价值观会不会换了就觉得说，哇，人生短短的，可能要及时行乐。可是我原本就没有要活那么长，你知道吗？好随遇而安，像标语，好棒哦！我其实有时候很羡慕这种人。对啊，我其实也是，我很想活在当下，但你活那么长，如果你真的没有把自己身体顾好，你活到后面会很痛苦。对啊，你会深有感触，有点难受。对啊，那你为什么不运动？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借口，这叫借口。干嘛偷叼啊？奇怪，干嘛偷叼？你们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事件吗？哪个部分？你说意外还是？对。我觉得应该是我这边的话，我想的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是大肠癌。对，就是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大一还大二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诊断出大肠癌，可是那时候是3期吧，就是还是没有到4期，2期还是3期？2期，对，2期，好像是就是比较前段，就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是做放射治疗啊，做什么治疗，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直接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怎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我妈妈身上这样。然后就反正都诊断出来，其实是因为就是我妈妈以前有去割那个盲肠，对，割盲肠，然后造成的。对。怎么敢让我比一个了解这故事？你对，还是我妈妈吗？奇怪，为什么会有关联呢？就是他是割盲肠，然后造成就是因为他那时候盲肠是很久以前开，就是还没生我之前开的，然后他就变成是就是一个有个息肉在那里，对，息肉，你又是为什么都是我知道？对，变一个息肉在那边，然后反正就变成恶性的这样子，对，然后就变成大肠癌。天哪！反正之后，我发现我妈现在就是非常顺利又健康这样子，然后只是那时候就当下就觉得超级错愕，就觉得说，怎么会就觉得好像天塌下来的感觉？就当时就是我那时候收到通知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还在宿舍，那我爸要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就是我还拜托爸爸照顾妈妈，因为那时候在台中嘛，他照顾妈妈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挂电话，然后就爆哭这样，然后就把这件事跟我妹妹说这样，然后我就跟她一起爆哭这样。可是那时候就是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就是我那时候大学生，真的没办法做什么，就是也没有办法实质的照顾他们，因为我们还有学业要完成，然后我们也没有钱就是帮助，对他们。可是其实钱都不是问题，就我们家都是可以辅助。只是我觉得我妈妈那时候最想要的是陪伴，但是就是这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对。然后就觉得其实真的还蛮难过，那也觉得是不是如果再重来一次，那我们是不是要怎么做能更好？这样有时候就会这样反思，就是会觉得说，其实人生真的还蛮短，就是什么时候意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注意自己健康，对，然后健康检查。但你这样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你觉得你的心态或价值观有改吗？或者是你妈妈有改吗？因为我们家之前都是没有那个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然后现在开始就是定期健康检查，然后也会有运动这样子。因为我妈之前也是，就是可能比较不喜欢室外运动，然后变成是我妈现在就开始有在上瑜伽，或者是有在做室内运动，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一些有氧，或者跳一些什么操之类的，更注重健康。对，然后也是会饮食也会控制，就可能变成是说，它东西调味就不会那么重啊，清淡一点。对，比较外面便当店就是会比较咸，但我妈她自己煮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咸这样子。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心态就是我会觉得说，真的就是在我们现在，就是我毕业之后就搬回桃园嘛，然后就是觉得说可以陪他的时间就能尽量陪就尽量陪，而且我们家是很注重那种就是家庭和谐跟团体生活注重家庭。对，所以我们有些聚会啊什么都尽量不缺席这样子，对，就是能陪他就好好陪他。也就是你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你会更注重家庭的所有一切事情，因为怕可能又发生什么意外、遗憾。对，而且如果有什么遗憾，也会觉得是自己当时做的那个决定不好或怎么样，导致就是我可能现在留下来这个遗憾这样，对吧？那你有吗？你有吗？我是有，但我在想需要这集讲嘛，因为这样我怕之后会没故事可以讲哦。是啊，我先不用好了。那我还留故事。可是那个应该是因为我跟我爸就真的没有很亲吧。
我记得你说你现在也分享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对啊，我是接到电话说我爸已经过世，可是我印象中是4月20过世，我5月5号才接到消息。哦，好久。对，真的隔很久。那我会隔那么久的原因，是因为我爸他其实是社会局列管的游民，对，他是游民，然后他就是被安置，但他因为身体有问题，他是糖尿病，然后送到医院救治，然后来不及，就是糖尿病恶化成什么败血性休克，因为他有外伤什么之类的，对对对，然后休克就走了嘛。对吧、然后我们是4月20走的，然后你也知道政府就是官僚体系一下，他会要过很多的层级，对，到5月5号才收到通知，对。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去看我爸他躺在冰柜里面，我姐跟我哥还有我妈全部都哭爆，对啊，但我其实不太确定我到底该做什么反应，对，我就只是默默在旁边看，就是好像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啊。所以你们本来就没有那么亲近，对对对对对，所以你很久没看到他了。非常非常。我记得你对他印象不是只到5岁吗？没有，大概到小6吧，他们小6离婚的，对，在那之后基本上我就没看过我爸了。哦，那你姐姐哥哥他们也都没看过？他们有跟我爸比较亲，他们年龄差蛮多，我记得你跟你姐就差了10岁了。我跟我哥差10岁，跟我哥差5岁，跟我们5岁差的。哦，那难怪你会觉得没有那么有感触。好像是因为这些事情，我对生死有比较看淡一点点，对啊，就觉得好像走到终点也是生命的一个环节，对对，真的生老病死，没错。好，那今天虽然不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是我的最后一集了哈。那因为自身的一些状况，然后在多方的考虑下呢，决定把主持棒交给 Vivian， 所以今天他会来就是这样。接下来主持人就会由我和 Vivian 一起来录制各种不同主题的节目。没错哈，没错。先说我没有跟医师闹翻，没有吗？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吗？真的没有，先亲一下，很经常啊，也不是医师赶我走的啦，就真的都不是，我们都还是好好，都还是朋友，就只是其实我会越来越无法在正职生活跟节目3者中兼顾，对啊，然后有太多事情让我好像是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停下脚步。对啊，我一直以为我在过年的时候是可以恢复状态的。他会这样讲，是因为他过年的时候有让自己休1个礼拜的假了。对，所以那时候才会就是节目有停更，就比如说 IG 有停更这样子，对啊。但是过完年我就发现说，其实好像没有恢复，对，然后我就很紧急的，就是赶快跟医师讨论说，我状态不太对，那这样的话。如果一直状态不太对，会那个节目的品质可能会不好。那主要是你身心部分也会无法控制好。对啊，然后就很慎重的跟医师讨论说，那我可能要从这个节目休息，然后交给 Vivian。没错，没问题，交给我。然后之后还是可以请草哥来当我们的来宾。OK， 没错。有些集数如果想要录制的话，也都还是会邀请草哥来录啦。OK， 对，只是他现在的责任就不会有这么多了。对 ，OK，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 ending 咯。如果生命到了最后一天，你会想怎么过呢？欢迎在各大平台留言处跟我们分享讨论哦。那记得，无论你想怎么过，最重要的是不要后悔。没错，珍惜当下。没错，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给予5星好评 ，YT 也可以订阅、按赞、追踪加开启小铃铛。没错，那 IG 记得转发限动 tag 我们哦 ，YT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超级感谢。那么橘子树生活，我们下周再见，拜拜。阿姐，OK。